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日在视察陆上自卫队时扬言，日本为了保证国家安全，不排除先发制人。也就是说，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日本可能会优先使用武力。岸田的言外之意就是具备正常的军事力量，也就是日本要突破和平宪法。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周六在陆上自卫队朝霞驻地出席检阅仪式，视察了在灾害派遣中用于掌握情况的小型无人机和具有良好机动性的8轮式装甲车，并试乘了装甲车和坦克。岸田文雄称，考虑到日本周边安全环境急速变化的现状，日本将强化必要的防卫力，竭尽全力保护日本的领土、领海、领空以及日本公民的生命安全。岸田文雄在渲染日本安全威胁时谈到朝鲜，称朝鲜导弹技术正在持续性发展，包括新一代的超音速武器，日本不应对此掉以轻心。岸田同时不忘扯上中国，无端指责中国军力增长没有透明度等等。岸田文雄称，日本将考虑所有必要方案，包括对敌方基地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观察指，岸田文雄提到的所谓先发制人打击，就是在明着承认日本将从此放弃专守防卫战略，不等他国打到自己，日本就将先发制人攻击对方。这突破自卫的范畴，在事实上拥有了对他国的宣战权。根据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日本永久放弃战争，并且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因此，自2战结束后，日本在法理上就不具备对他国发动战争的权利，只能在专守防卫的基本方针下，在受到他国的主动攻击后，才可行使武力自卫权。岸田文雄上台以来，多次提出要修改国家安保战略宪法的言论，放言要允许日本自卫队拥有对敌率先攻击的能力。另一方面，日本防卫省2021年度补充预算案总额高达7738亿日元，创下补充预算金额之最，其中包含865亿日元驻日美军整编相关经费，并且防卫省补充预算案和2022年度预算案将一起提前制定，两者相加很有可能突破以往历届日本政府控制的防卫预算不超过 GDP 1% 的标准。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本防卫省2021年度补充预算将主要用于采购武器装备，以强化西南诸岛防卫。其中，日本防卫省将购买3架 P1 巡逻机和1架 C2，用于加强海空警备。另外，还将购买地对空拦截导弹爱国者3升级版，以及导弹、水雷、鱼雷等。在日本，补充预算通常不涉及防卫领域，但自2012年年底第2届安倍晋三政府成立后，补充预算开始延伸至防卫领域，将未纳入年度经常性预算或不太方便，甚至等不及纳入次年经常性预算的部分，以年终补充预算的方式实现。近年来，日本政府每年都会进行防卫领域的补充预算。对于日本防卫省补充预算案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社论宣称，以补充预算的方式购买军备，日本政府有必要向国民进行细致说明。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则在推特上批评称，自民党提出防卫预算翻倍的口号，而与美国合作将加剧地区紧张态势，一旦树敌，也将推高日本自身的防卫预算。如果日本不在周边树敌，防卫预算也就不需不断增长。日本的防卫费大致标准一直定为占国内生产总值 1% 左右。日本的防卫费在2016年度首次超过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821亿元。观察认为，日本增加军费预算后，就可以购买更多的武器装备，而美国无疑会成为获利者。美国甚至还可以趁机提高保护费。美国在全球的这个战略中间的话呢，它实际上是花费很大的，它的财政压力其实非常大，所以呢，它希望其他的这个盟国在这个它的全球战略中间来分担更多的这个分量。现在，美国的一些人就直接提出要日本把它的防卫费用增加到 GDP 的2%的这个水平。为什么日本长期以来呢，它一直没有增加到这么一个水平？它是因为宪法9条的限制等等。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其实跟美国的这个情况差不多，是日本本身的这个财政
困难也非常的这个严重。据报道，美日两国政府拟明年1月在美国举行外务和防卫相出席的日美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会议，这是岸田政府上台以来的首次两国间2+2会议。上一次是今年3月在日本举行，此次日方将由外相林芳正和防卫相岸信夫与美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一同出席会议，将就推进深化防卫合作达成共识。日媒报道称，考虑到中国，双方将确认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而围绕驻留经费负担，日方拟一定程度上同意美方的增额要求，正在就此展开最终协调，将在年底敲定2022年度预算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需要加大日本在这个同盟体系中的作用，就是说加强日美同盟来为它的全球战略服务。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呢，不仅希望成为一个地区大国，也希望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他希望借用美国的这么一个力量来达到他一个目的。在拜登上台以后的话呢，实际上是在修复当时跟菅义伟政府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现在岸田上台以后呢，他希望更进一步的来加大对于这个盟友的这种重视的这个程度和拉拢的这个程度。另外，美海军陆战队将在12月与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联合演习，届时将根据远征前沿基地作战手册，首次在日本国内以长途空运方式运输美军轮式高机动多管火箭炮系统。此次训练的重点是在冲绳县离岛等地发生战事时，美海军陆战队将利用高机动多管火箭炮系统与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陆基反舰导弹来共同对付假想敌。此次联合训练将是陆上自卫队为与美军远征前沿基地作战部队首次进行的联合演习。日本陆上自卫队约有1400人，美海军陆战队约有2650人参加。外界注意到，近期美日军事互动非常频密。11月16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发布了海外演训的消息。据称，海上自卫队的潜艇当天在南海首次与美国海军实施了反潜联合训练，双方演练了探测潜艇位置、确认攻击程序等高难度内容。据海上自卫队透露，除了首次前往南海的这艘潜艇外，日本还派出反潜探测能力优越的 P1 海上反潜巡逻机、加贺号直升机母舰、村宇号驱逐舰参加演习，其中 P1 海上反潜巡逻机也是首次在南海参加日美反潜演习，而美国海军则派出了驱逐舰和 P8A 反潜巡逻机。有日媒就直言，此次联演针对的目标毫无疑问的直指中国。有军事专家也提醒，虽然这场假想应对中国潜艇的演习是在南海水域搞的，但不排除美日在积累这方面经验后，会把这种联合操作能力用到台海。另外一点，日本的各类反潜机一共有217架，这么强大的一种反潜能力，包括潜艇和作战能力，一共生产了56艘，能用的至少也有44艘。如果跟美国水面舰艇相结合的话，那么就会解决美军所比较难办的一些问题了。那么到南海呢进行演练呢，还有这样一个战略上的考量，因为最近从美国高层方面来说呢，就是他们认为，如果中国要实现两岸统一的话，那么美国要在自己能够打赢的地方打，这个就是南海。所以为什么把自卫队的潜艇那个叫到南海去跟美军一起演练？所以说，为了台海方面可能的冲突，他们可能会把第一战场放在南海这个位置，这是完全可能的。